离开锡克教的圣城阿姆利则，我们来到了印度教的圣地瓦拉纳西。印度教徒人生有4大乐趣：住瓦拉纳西、结交圣人、饮恒河水、敬湿婆神，其中有3个都要在瓦拉纳西实现。中国的唐僧当年要去的极乐西天就是瓦拉纳西，它坐落于恒河的西岸，有大大小小80多个祭祀用的河滩，景点也基本都在河边上。很多游客都会选择住在河边的老城区，想一早起来就看到恒河的日出。但老城区的道路非常狭窄，很多地方突突车都进不去，只能步行，而且道路错综复杂，用地图导航都有可能迷路。再加上连当地人都躲着的猴哥们，我建议大家如果来的话，还是住在主干道边上的酒店吧。从机场打车就可以过来，走路5到10分钟就可以到恒河，也很方便。哦。अरे यार तूने पागल है वो सही कर अबे फास्ट हो哦吼吼！这猴子很有攻击性。我操！我电死你！待会儿看，闪电霹雳猴。有，我不怕磨着蛋吗？哦，这里的猴子不是一般的多。老猴子还是别惹。来看一，现在猴子正在上面掏这个鸽子窝，上面的鸟都急了。哇，这猴子偷到了个蛋，大家看到了吗？哇，这猴子借助人类的工具太厉害了，鸽子也没有办法。因为现在是旱季，恒河这边呢水已经下降的非常多了，看对面，之前都应该是河的位置，现在都已经干枯了。下到恒河边上去看一看，哇，这个楼梯还是蛮陡的。下面的是群小孩在上游泳课。在恒河边，大家可以看到很多脸上抹着颜料、衣衫褴褛的僧人，他们是印度教的苦行僧。印度教徒认为人要经过多次的轮回才能进入天堂，而苦行僧相信让这辈子受尽苦难便可直接进入天堂，所以他们在这里忍受贫穷、饥饿和病痛。大家最好别对着他们拍照，否则他们会上来问你要小费的。大家如果来瓦拉纳西，相信一定不会错过这里。看到这么多木材，想必大家也猜到了，这就是恒河边举行火葬的地方。印度教徒相信死后的骨灰撒入恒河可以洗去一生的罪孽，灵魂便可转世轮回。由于这里不让近距离拍照，我只能给大家远远的拍一下。其实这里除了烧木头的烟味外，并没有其他特殊的味道。那在这里呢，业绩已经准备开始了，前面呢正在准备神坛，然后在船顶上呢还有一些人已经搭好了椅子。在这个神坛的边上呢，有一些这样铺好围帐的这种座位。那么这个座位呢，我们问了一下当地人是免费的，只要有空位大家就可以坐。只不过呢，这里的视野可能不如对面那个船上的好，但这里呢离这个神坛更近。其实从这样侧面的话，也可以看清他们，也可以。就在这后面看一下吧。瓦拉纳西的恒河业祭是流传了近2000多年的仪式，每天傍晚6点都会在恒河边上的河滩举行，风雨无阻。我看的是瓦拉纳西最大的河滩达萨瓦梅朵河滩的业祭。印度教的传说描述，古时候恒河经常泛滥，
为了减少洪水的冲击，印度教三象神之一的湿婆神劈开头发，让汹涌的河水顺着自己的头发缓缓流入天地中，以此让沿岸的人们安居乐业。为了感谢湿婆神，所以才有了恒河夜祭的活动。祭祀仪式并不复杂，具有印度最高种姓婆罗门的祭司们单腿依次跪取各种法器，点上圣火，随后起立，先面向恒河，再面向四面依次跪拜。整场祭祀中，全场民众伴着铜铃，合着祭鼓，跟着祭司们同声吟唱。这是清晨6点，我们准备去恒河边泛舟。其实这个时间点稍微有点晚了，太阳已经升起的差不多了。如果大家想看到清静的恒河呢，再加上然后再看到当地人早上在这沐浴，最好呢还是5点起来，大概5点到5点半到河边开始乘船，那个时候呢会比较好一点。瓦拉纳西的河边呢卖的这种树枝是当地人的牙刷，他们用的时候呢，先会把这一头咬碎，就咬成那种软毛状的那种状态，然后再左右的来刷牙，也是比较传统的一种刷牙工具了，比较自然。恒河泛舟其实比想象中的要好一些。首先恒河没有那么脏，这个水就是有点发绿，能见度有点低，但是还没有达到脏的那种程度。因为最近是旱季，所以水流量比较小，里面泥沙也比较少，相对来说还比较清澈一些。也没有看到那些浮着的尸体。他们现在都是烧完之后，把那个灰倒到这个河里面，估计就沉底儿了，所以现在也不会有那种飘着的尸体在上面了。恒河水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，在这个恒河上，我们泛舟的时候也闻不到什么气味，也闻不到味道，所以大家放心来泛舟就可以了。大家如果想来恒河泛舟呢，非常容易，只要走到瓦拉纳西的这个恒河边上，然后就会有很多船夫在问你们，不论是晚上还是清晨，所以根本不用提前预定。价格呢也非常便宜，如果是大家想坐那种跟其他人共享的那种大点的船，大概是100卢比。如果说想要坐这种人力的这种小船呢，3、4个人，他估计400-500块钱都可以就是带你转1个小时。如果是半个小时呢，价格还会更便宜，这就看大家的讲价能力，跟他们时间砍就好了。还是那一个，如果说价格砍不下来，就一个方法，走为上策，他绝对会给你降价。然后早上呢，在这里可以看到景象挺多的，可以看到印度当地人在洗澡、沐浴，然后在水里面刷牙，然后还可以看到恒河的烧尸体。这里就是火葬场的正面，这个红色的屋子就是室内火葬场，里面有很多火化炉，下面也有直接在室外火化的。这里全天24小时都在不停地烧，烧完后骨灰就直接推到恒河里了。恒河作为印度的母亲河，每天都有很多印度教徒千里迢迢来到瓦拉纳西，就是为了亲身于河里沐浴。他们深信恒河圣水能够洗脱一生犯下的罪孽与病痛，净化自己的灵魂。一提起恒河，很多人想到的都是漂浮着尸体、印度人在肮脏的河里沐浴等等，感到恶心。但我亲眼看了之后，发现恒河并没有那么脏。虽然印度教有很多匪夷所思的规定和习俗，但这些只是教徒们对内的要求，并不会要求别人怎么样。所以作为游客，
我们应该保持尊敬和礼貌，在旅程中抱有谦虚宽容的心态，对不了解的事物抱有好奇，在旅行中不断消除偏见，这大概就是旅行对我的意义吧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下一期将带大家看一看我在印度坐过的几种火车，有些车厢的服务真的是好到爆，虽然掏了钱，但超预期的服务还是让我感觉又像白吃白喝了一样。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记得点赞、投币、加关注哦，谢谢大家，咱们下期见。